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 Pony 聊天时间。大家好，我是麦麦，我是小夏。今天我们要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主题——中国菜。对啊，中国菜很好吃，而且种类很多。我最喜欢的菜就是炒饭和饺子。我喜欢吃火锅和麻婆豆腐。说到中国菜，我们可以先聊聊菜这个词。对，菜是我们平时吃的食物，也可以说菜肴。是的，如果你在餐馆点菜，你会用菜单这个词。菜单就是你可以看到所有可以点的食物的纸或者电子列表。对，所以今天我们会说很多和吃饭、点菜、做菜相关的中文词汇。那小夏，我们先从中国菜的种类说起吧。好啊，中国菜有很多种类，比如川菜、粤菜、鲁菜、湘菜。对，我有点不太懂这些名字，小夏可以解释一下吗？当然可以，川菜就是四川的菜，味道比较辣，像麻婆豆腐就是川菜。哦，我明白了，粤菜就是广东的菜，对吗？对的，粤菜比较清淡，口味不辣，而且常常用蒸的方式做菜。那鲁菜呢？鲁菜是山东的菜，比较咸，有很多海鲜。哦，湘菜是不是湖南的菜？我记得听说很辣。对，湘菜就是辣，而且有酸的味道，也有很多辣椒。原来中国菜种类很多，每个地方的味道都不一样啊。所以中国菜很丰富。我们可以接着说一些和吃饭相关的词，比如点菜。点菜就是在餐馆选择你想吃的菜，对吗？对，你可以说我想点一份宫保鸡丁。宫保鸡丁是一道很有名的川菜。哈哈，我最喜欢吃宫保鸡丁了，里面有鸡肉和花生吧？对，还有辣椒。那还有其他常见的词吗？有啊，比如服务员，就是餐馆里帮你点菜、上菜的人。哦，对，我每次去餐馆都要找服务员点菜。对，还有上菜，就是把菜送到你桌子上。我知道了，结账呢？结账就是付钱的意思。除了这些点菜的词，我们也可以讲讲一些吃饭的动作，比如夹菜和尝一口。夹菜就是用筷子把菜从盘子里放到自己的碗里。对，尝一口就是吃一点点，尝尝味道。有时候我去别人家吃饭，我会说我尝一口，表示礼貌。对，这就是生活中常用的表达。说到宫保鸡丁，我们也可以聊聊其他有名的中国菜。我知道有饺子和包子，对吧？对，饺子是北方很常吃的一种食物，里面可以包肉和菜。哦，包子也是一样吗？差不多，但包子通常是蒸的，皮比较厚，里面的馅儿也可以有肉、有菜或者甜的。我明白了，那饺子怎么做呢？做饺子需要先和面，做成面团，再把馅放进去包起来。馅就是里面的肉和菜，对吗？对，馅是包在面里的东西。那和面是什么意思？和面就是把面粉和水混合，揉成面团。哦，我懂了，原来做饺子有这么多步骤。除了饺子，炒菜也是很常见的做法。炒菜就是用锅炒，对吗？对，你先在锅里放油，然后放菜，翻炒。翻炒是什么意思？翻炒就是用锅铲把菜翻动，让它均匀受热。哦，我记得妈妈炒菜的时候，我看她一直翻动锅里的菜。对，这就是翻炒。炒菜的时候还可以加调料，比如盐、酱油或者糖。盐我知道，就是咸的味道。酱油呢？酱油是用大豆发酵做的液体调料，颜色深，味道咸，做菜经常用。糖就是甜的，对吧？对，所以做菜的时候要根据不同菜加不同调料。我听说还有蒸菜和煮菜，和炒菜不一样吗？对，蒸菜是用蒸汽加热食物，比如蒸鱼或者蒸包子。
蒸汽就是水变成的热气，对吗？对，就是热水变成的气，让食物熟。煮菜呢？煮菜就是把菜放在水里煮，像煮汤或者煮面条。哦，所以煮菜是用水加热，炒菜是用油加热，蒸菜是用蒸汽加热。对，就是这样。那我们再说一些常见的菜名吧，比如麻婆豆腐。我听说麻婆豆腐很辣。对，麻婆豆腐是四川菜，有辣味，还有一点麻。麻是什么意思？麻就是吃起来有一点刺麻的感觉，是因为花椒做的。哦，我知道了，火锅我也很喜欢吃。火锅就是把各种菜放在锅里煮，大家一起吃，很热闹。吃火锅的时候，常常有肉片、蔬菜、豆腐，还有蘸酱。对，蘸酱就是吃的时候把菜放到调料里更有味道。说了这么多菜，我们再聊聊吃饭的时候会用到的词吧。我记得有碗、筷子、勺子这些。对，碗是盛饭或者汤的，筷子是吃菜常用的工具，勺子通常用来喝汤或者盛一些液体食物。哦，有时候我看到餐桌上还有盘子，是放菜的，对吗？对，盘子就是用来放菜的平的容器。那吃饭的时候还有什么礼貌用语吗？有啊，比如请慢用，有人上菜的时候会说，哦，我知道，就是叫你慢慢吃，不用着急。对，还有大家一起吃吧，表示邀请大家一起分享食物。我们吃火锅的时候就常说这个。对，这也是一种餐桌礼仪，表示友好和分享。说到中国菜，其实吃饭的时候，菜的搭配也很讲究。搭配是什么意思？搭配就是把不同的菜放在一起，颜色和味道都合适，这样吃起来更好。哦，所以餐桌上有肉、有菜、有汤，就是一种搭配吗？对对，通常我们会有主食，比如米饭或面条，有肉菜，有蔬菜，还有汤或者小吃。那小夏，你最喜欢的搭配是什么？我最喜欢的搭配是炒青菜、红烧肉和一碗鸡蛋汤，再配一碗白米饭。听起来很好吃啊！我也喜欢青菜和肉一起吃。对，这样既有蔬菜的清淡，又有肉的香味，营养也比较均衡。我知道均衡的意思，就是各种食物搭配的好，身体会更健康。对，吃中国菜还有一些习惯，比如吃饭前说开动了，吃完说我吃好了。哦，我经常听爸爸妈妈说开动了。是的，这是礼貌用语，也表示大家可以开始吃饭。那吃完说我吃好了，就是告诉别人自己吃完了，对吗？对，这样大家就知道你已经吃完，可以收拾餐具或者继续聊天。我有一次去朋友家吃饭，他们家做了很多菜，有鱼、鸡肉、青菜和汤，我不知道怎么开始。哈哈，这时候你可以说开动了，然后慢慢夹菜尝一口。对了，中国菜还有一些有趣的做法，比如炒、煮、蒸、炸、炖。炖是什么意思？炖就是用小火慢慢煮，时间比较长，让食物更软、更入味。哦，我知道了，红烧肉就是炖出来的吧？对对，还有一些汤也是炖出来的，比如鸡汤、排骨汤。我还想问，吃饭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常用的形容词可以学？有啊，比如香、甜、咸、辣、酸、嫩、脆、鲜。香就是闻起来很好闻，味道让人想吃，对吗？对，甜就是甜味儿，咸就是咸味儿，辣就是辣味儿，酸就是酸味。嫩是软软的，很好咬；脆是硬硬的，吃的时候有声音；鲜是新鲜、美味的意思。对，你总结得很好，这些词在描述菜的时候很常用。小夏，我记得你说过火锅是大家一起吃的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用餐习惯？火锅的时候，大家会围坐在一张桌子旁，每个人有自己的碗筷，
把喜欢的菜放到锅里煮，然后蘸调料吃。哦，所以火锅不仅是吃饭，也是大家聊天、分享的时间。对，这就是中国菜的魅力，吃的不只是食物，还有氛围和文化。对了，我想讲一个小故事。有一次，我和朋友去吃四川火锅，我不太能吃辣，他就帮我选不辣的菜。我尝了一口，觉得很好吃，还学会了蘸酱。哈哈，这样大家互相照顾，也能学到新东西。对，这也是中国吃饭的乐趣，大家一边聊天一边吃菜，很开心。除了平时的家常菜，中国还有很多节日食物。节日食物是什么？就是在特别的节日吃的食物，比如春节、端午节、中秋节。哦，我知道春节有饺子，对吗？对，北方人在春节吃饺子，寓意团圆和好运。端午节有粽子，是包在叶子里的饭。对，粽子是用糯米和各种馅料包在粽叶里蒸或者煮，很香。中秋节好像有月饼，是圆圆的。对，月饼圆圆的，象征团圆，还有各种口味，甜的、咸的都有。我觉得节日食物都很好吃，也有文化意义。没错，吃饭不仅是为了填饱肚子，也是传递情感和文化。那中国菜还有地方特色菜吗？当然，中国幅员辽阔，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菜。可以举几个例子吗？比如北京烤鸭，外皮脆，肉嫩；四川火锅，辣和麻；广东点心，精致小巧；上海小笼包，汤汁丰富。哇，每个地方的菜都有自己的特点和味道。对，这也是学习中文的乐趣，学到词汇，同时了解文化。小夏，我们来做一个小练习吧，把今天学过的词汇说一遍。好啊，我先说一个，你接着说它的意思。好，第一个，饺子。饺子是北方常吃的食物，里面包肉或者菜。包子。包子是蒸的，有肉或者菜馅，也有甜的。炒菜。用锅炒，把菜翻动，让它熟。蒸菜。用蒸汽加热食物。煮菜。放在水里煮熟。炖。小火慢慢煮，让菜更入味。调料。做菜时用的东西，让菜更有味道，比如盐、酱油、糖。筷子、碗、勺子、盘子。筷子吃菜，碗盛饭或汤，勺子喝汤，盘子放菜。蘸酱。把菜放在调料里吃，让味道更好。太棒了，麦麦，你复习得很好。谢谢小夏。今天我们讲了中国菜餐桌礼仪、节日食物和地方特色菜，还有很多形容词和常用表达，比如香、甜、咸、辣、酸、嫩、脆、鲜。对，这些词很常用，学会了就能描述菜的味道和做法。我觉得通过今天的广播，我对中国菜有更全面的了解了，也学了很多中文。太好了，希望大家也能喜欢中国菜，慢慢学中文，也可以自己试着做菜。谢谢大家收听 Pony 聊天时间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